8月某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三，加州的一位苹果工程师，由于着急下班接小孩，就不小心在代码中加入了苹果目前正在研发的7款硬件的代码。这下好了，苹果从下半年到明年的产品底裤都给人扒光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位仁兄，然后这期就来聊聊苹果接下来要发布的一堆新品，以及最重要的，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哪些苹果产品你买了就是纯纯的大冤种。先说 iPhone， 这次产品线最大的变化就是那个不上不下的 Plus 系列终于被苹果抬走了，换上来一个叫 Air 的新兄弟。讲真 Plus 这系列我一直觉得挺鸡肋的，我很少会听到大家讨论要不要买 Plus。 你要不图实惠买个标准版，要么就一步到位上 Pro， 夹在中间的 Plus 纯属星巴克里的大杯，谁买谁尴尬。现在这个 Air 主打一个又大又薄，定位刚好卡在标准版和 Pro 之间。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这不就是把 MacBook Air 和 Pro 那套玩法原封不动的搬到手机上来了吗？属于自己抄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 MacBook 是不是也要出一个标准版了。不得不说苹果这小算盘打得好啊，这么一搞 iPhone 的产品线就清楚了，想便宜够用标准版在那里，想小巧玲珑 SE 给你兜底，想顶配拉玛 Pro 和 Pro Max 老板这边请。那过去最难受的一波人，我想要个大屏但又嫌 Pro Max 太重太贵怎么办？现在 Air 系列不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吗？至于这个 Air 最后卖的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是我能肯定的，它绝对会成为今年数码 UP 主必须吹的机型。当然这个 Air 系列最大的妥协就是单摄像头，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哎呀我又不拍照，平时能扫个码就好了，这部分人可能会买单。还有一波人我猜也会为他买单，就是那种手上已经揣着一台影像拉满的安卓旗舰了，纯属想搞个苹果换换口味，你让他买 Pro 吧，没劲，跟满大街上的人一模一样。所以iPhone Air 这种性能好但设计上足够特别，一眼就跟别人区分开的样子货，反而正好对了他的胃口。至于17系列的其他型号，每年给予那么一点点的牙膏，但这次有个事情可以说是重大升级了，全系没错是从标准版开始，终于都用上了120的 Promotion 高刷屏了，应该是那块用了快800年的60赫兹主传屏幕，库存终于卖光了。我非常希望这个传闻是真的，这次所有型号的主摄像头全部都提到了2400万像素，自拍的时候更清晰了，还有自研基带和 WiFi 7，这个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充电方面直接给你干到了35瓦，这速度已经领先于5年前的安卓旗舰了。不过苹果在快充上一直很克制，这次真正的重点其实是无线充电，支持7.2标准的25瓦。我记得之前开放给第三方的无线充电，最高好像只到7.5瓦吧。升级后获得3倍的速度，以后就能买到更多又便宜又好用的充电器了。接下来说 Pro 系列，苹果把之前吹上天的钛金属机身又给换回铝合金了，搞了个半玻璃半铝的设计，这样做会更轻更耐指纹，而且还方便上热。至于是不是顺便也降低了点成本这事情只有库克自己知道了。Pro 系列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摄像头了，后摄来到了4800万，支持8倍光学变焦和 8K 的视频录制。我也很期待影像博主的评测，看看这颗为适配 Apple Vision Pro 进行优化的长焦镜头表现的到底怎么样。外观上最明显的就是那个祖传的浴霸摄像头模组终于被干掉了，换成了一条横向的相机条，看着有点像隔壁谷歌家的 Pixel， 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了，反正辨识度是拉满了。对了，还加了几个新颜色，所以你看这次发布会的邀请函，那个花里胡哨的热量图 logo， 八成就是在暗示这几个新配色和更好的散热了。今年的17 Pro 我肯定是要换的，但换机的原因跟性能、相机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1毛钱关系都没有。那我为啥要换呢？原因就2点。第一，我这台15 Pro 的电池已经1天3充都顶不住了，之前也试过换第三方的电池，不过总是感觉没有原装的耐用，现在出门不带个充电宝就跟没穿裤子一样。第二个原因就是纯粹我看腻了，想换个新颜色，新机新颜色都会有一阵子的新鲜感。现在的手机性能真的是严重过剩，我真心建议绝大多数普通人真的没必要年年换，除非是你那种拿着手机当饭碗天天剪视频拍视频的自媒体，不然的话隔代换甚至是隔2、3代换，你的体验根本不会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还有千万不要被发布会上那些画大屏的功能给忽悠了，比如国行的苹果 AI 官网 PPT 上面都挂了1年， ChatGPT 都出到5了，它还没有出现。
再看看 Apple Watch 这玩意现在是越来越像个健康管家了。今年最大的更新就是给 Series 11和 Ultra 3加了个血压传感器，但我们要搞清楚，它不是血压计，不能精准的告诉你收缩压或舒张压的读数，主打一个预警。它的逻辑很简单，通过长时间在后台默默的监测，一旦发现你的血压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它就会跳出来提醒你，算是一种被动的预警。其实这就是跟现在 Apple Watch 上的心房颤动和体温监测是一个道理，都是扮演一个早期预警的角色，而不是医生的角色。根据国家心血管中心前几年的报告，每4个成年人里面就有1个高血压，这概率比你上班路上堵车的概率都要高。所以这个功能对于那些平时不怎么关注自己血压或者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再来看看具体产品，先说 Series 11，基本可以一句话带过。常规续费，换个 S11 芯片，网络升级个 5G， 外观基本不动。想体验手表的朋友，等降价买 Series 10可能更香。最有意思的是 SE3 外壳可能会用回塑料，类似于 iPhone 5C 的设计，非常美丽的年轻的彩色大塑料风格，立志要当年轻人的第一块 Apple Watch。Ultra 3的外观尺寸跟 Ultra 2基本一模一样，屏幕分辨率高了点。边框收窄了，显示面积大了那么一丢丢，功能上新增了卫星连接，在国内大概率是用不了了。总结一下，就是 SE 精准收割年轻人，11挤牙膏 ，Ultra 3再秀一个我们用不上的功能。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手上已经有了近2代的 Apple Watch， 电池也还够用，那今年这波你只需要评估血压预警，自己用不用得到了。接下来看看耳机 ，AirPods Pro 3会加入心率和入耳式体温监测。这个耳式体温监测有点意思啊，因为耳道比手腕环境更稳定，理论上数据更准。最直接的用途可能就是让你更快的知道自己有没有怀孕。至于其他硬件，什么电容按键、新的 H3 芯片，都是可以预料的升级。音质降噪肯定会好，但说实话，现在 Pro 2的降噪已经强得有点离谱了，不知道还能再怎么升级。除了手机、手表、耳机确定发布外，这次发布会还有可能会发布新的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2。要不就是推迟到年底。新款的 Apple TV 会用上 A17 Pro 芯片，说白了，苹果就是想让它变成一台正儿八经的客厅游戏机，让你手机上的游戏能无缝的丢到电视上继续玩。想买的朋友可以等等，据说这次的价格会更便宜。我个人一直觉得这玩意只要你肯折腾，性价比绝对比 Mac Mini 还高，能让你家那台快吃灰的电视重新跑起来。至于 Apple TV 到底怎么玩，这里就不展开了，我后面会专门做一期关于它的新手使用指南，跟大家聊聊哪些 App 必装，还有哪些好玩的技巧。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到时候就不会错过了。HomePod mini 自2020年首次发布以来，已经很久没有硬件更新了，上次的更新还是新加了一个颜色，这次更新预计会使用和 Apple Watch 一样的 S11 芯片，还有自研的网络基带和新配色。说实话 ，HomePod 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硬件，音质也绝对够用，主要的问题就是用来交互的 Siri 实在有点太拉垮了。作为一个音箱，它合格；作为智能音箱，我只能说实在不行，库克你就去收一家做 AI 的公司好了。接着就是 Mac 系列，最强的 Mac Pro 预计会在今年年底，也就是2025年年末更新。很多消息都说新款的 Mac Pro 不会直接上 M5 芯片，而是会用一款顶配版的 M4 芯片，名字可能会叫 M4 Ultra 或者 M4 Extreme。为什么不等 M5 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苹果的产品线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性能倒挂。现在搭载 M4 Pro 芯片的 Mac mini 在某些 CPU 的性能上，居然比贵得多的 M2 Ultra Mac Pro 还要强。好家伙，我大几万买的 Mac Pro， 你一个刚上万的 Mac mini 就比我厉害，这去哪里说理啊？所以苹果大概率是等不到明年年底的 M5 Ultra 了，用 M4 架构先更新一波 Mac Pro 来解决这个 Mac mini 太强的问题。所以这次更新更像是一次战术调整，而不是一次常规的换代升级。再说大部分人会买的 MacBook Pro 新款会直接用上 M5 芯片，这颗芯片会用在苹果自家的 AI 云服务器上，希望能顺便也给 Siri 开光。不过除了换新款 MacBook Pro 在外观上就别指望更新了，目前这个模具从2021年用到现在，大家心心念念的 OLED 屏更是没影的事，最快也要等到 M6 那一代了。所以购买建议就很简单了，如果你现在需要一台干活的电脑，那 M4 这台价格就非常香了。不管是官方翻新还是二手平台，都是入手的好时机。但如果你不着急，想等个大升级，那我劝你 M5 这一代就直接跳过，憋着等 M6 换模具那波，大的肯定在后头。被 M5 芯片带动的还有 iPad Pro，估计10月份就来了，但你先别激动，毕竟 M4 那代刚换了 OLED 和超薄设计，所以这次 M5 版升级幅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硬件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给你加了横竖2个前置摄像头，这样你横着拿、竖着拿，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头总算是正的了。
至于 iPad Air 今年刚更新完，短期内肯定没动静，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最便宜的标准版 iPad 估计要等到明年换上一颗和 iPhone 16同款的 A18 芯片，好让它也能用上苹果那个画饼的 AI 功能。我知道很多人心里真正惦记的只有新款的 iPad mini， 预计到明年发布，甚至会推迟到27年。性能这块你不用担心，大概率是用 iPhone 17 Pro 同款的 A19 Pro 芯片，绝对是小钢炮级别的。但它最大的问题还是那块屏幕。说实话，现在的 iPad mini 除了亮度低、刷新率感人，其他方面都堪称完美，有一点像法拉利的发动机装在了50宏光上的感觉。所以这次悬念就一个，到底上不上高刷 OLED 的屏？只要苹果敢出，就可以闭眼冲。所以你看，把所有新品串起来，苹果的趋势就非常明显了。从 M5 到 A19， 再到自己的基带和无线芯片，硬件的复用程度会越来越高。这么做的好处是啥呢？成本更低，利润更高，开发新品会更容易，产品的更新也会越来越快。但问题是，硬件个个牛逼，软件系统也运行流畅，唯独那个连接硬件和软件的 Siri 还是个人工智障。OK， 聊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最期待或者最想吐槽的是哪款产品呢？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告诉我。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